大家对爱泼斯坦事件背后原因的分析可能搞错方向了呀，或者说把他们想得太好了。在美国司法部公布了爱泼斯坦相关的350万页档案之后，其中那些完全反人类的行为，想必这几天让很多朋友都受到了伤害。你说这美国怎么变成了这样呢？很多人把这归因成一种投名状，高层以犯罪作为互相信任的链接，但我想说对不起，那你把美国和整个西方想得太好了。今天我想更深入的去聊一聊爱泼斯坦和罗利岛产生的底层逻辑。放心，没有任何的血腥内容，希望给朋友们回 SAN 值。为什么我说这事儿不是投名状这么简单？因为投名状这个事情，中国从古至今也都存在。比如当年林冲想要上梁山，那王伦也是让他杀2个人作为投名状的。前几年不是还有个电影就叫做投名状吗？但请您注意啊，要用杀人这么极端的方式来纳投名状，一般都集中在社会的中基层，而非高层。不是说高层的人善，而是高层他有更多的方式和工具来共同犯罪，从而交换污点，利益绑定。他没有必要选择杀人，甚至是吃这么极端反人类的方式。不说别人，就说屏幕前的你我，就算亲自杀一只鸡，其实有些人也是会有心理障碍的。你不要说今天，就说野蛮腐朽的什么满清民国，他们高层需要纳投名状的时候，也没有这样子玩啊。而且如果参与罗利岛只是个投名状，就意味着里面大部分的人他是被迫的，是为了利益绑定和加入 Deep State 的圈子，得到他们的认可，而违心的去做了这些事情。比如那法学界的什么精神导师艾伦·德肖维茨，你信不信过2天就会有人出来说，他们之所以上罗利岛是迫不得已的，不纳投名状就会被孤立甚至清算，身不由己啊。但我告诉你，罗利岛上的权贵没有一个无辜之人，他们的反人类行为，什么投名状都只是顺带的，最核心的动机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终极欲望，获得神性，登阶成神。只是在美国或者说是在西方主流文明中，想要获得神性恰好需要反人类而已。马斯洛需求层次告诉我们，人的欲望分为5个层次，前一层被基本满足，人就会追求更上一层的欲望。先说前4层，分别是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归属感需求和被尊重的需求。就好像现在网上为什么总喜欢分什么派，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能够吃饱穿暖，也没有安全威胁，那自然就会追求更上一层的欲望，寻找志同道合的归属感。而在这4层之上的第5层终极需求就是自我实现，也就是弗洛伊德和拉康所说的那个超我，也就是神性。就好像中国的帝王会追求长生，在宋真宗以前会泰山封禅，就是因为前4个欲望被极大的满足了之后，他追求自我实现的一种行为，这就是我常说的登阶成神。但问题就来了，想要像封禅泰山这种登阶成神的行为极其困难，但在俗世中已经满足了前4个欲望，希望获得神性的人又不算太少。于是人类学会了另一招，就是模仿神的行为，而且更倾向于去模仿那些容易被模仿的行为。比如古希腊大名鼎鼎的底比斯圣军，在战场上打的那不可一世的斯巴达军队找不着北，他们全部是由贵族的男性情侣来组成的。而底比斯贵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青年的男性情侣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战神的崇拜，因为他们的战神曾经刚过汉子。呵呵，你想要模仿战神的百战百胜挺难的，但模仿一下刚汉子，这不就简单许多了吗？所以当时在底比斯贵族中，真的是做到了与妻子只是为了繁殖，而和同性才是真正的爱情。还有脚盆鸡那边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黄金宴的传说呢？因为他们的宝石神就是用排泄的方式来做菜，款待阅读神的。这还是一样的逻辑，学神奇的其他行为太难了啊，但搞排泄物这东西简单呐。通过模仿神来进行自我实现的满足，这就是所有人类都会有的行为。而美国权贵在罗利岛也是一种对神的模仿。如果你好好的了解洪秀全他爹，而不是只去听那些送鸡蛋的神棍给你吹，那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权贵在罗利岛上的行为和他们的至高神是深度契合的。那接下来就要深入的聊一聊洪秀全他爹了。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宗教的意义，在我们心中，神这个东西就是个许愿机，就像龙王，你成了我的香火，如果求不来雨，那是要被搬到太阳底下去暴晒的，甚至是要被炮轰的。如果神不为人民服务，依仗神力来危害人间，
那更有可能会被干掉。比如后羿就对此点赞。但在西方信仰洪秀全他爹的那些宗教，底层逻辑完全不是这样。在他们那里，洪秀全他爹是至高而唯一的，整个宇宙都是他的，我们人类只是他的造物，他的仆人，他的羔羊。神给你苦难、虐待，甚至是毁灭，你不仅得接受，还要愉快而虔诚地接受。所以这个神会让人献祭自己的100个孩子来表达对他的忠诚。所以他会觉得对造物不满意的时候，不会像中国那样教化万民，更不会用先锋队来引导和带领人民，他只会降下天火洪水，直接灭世重开一局。其实这也谈不上什么邪恶，只是随意而已。这种关系就有点像咱们玩我的世界里面的那些造物，可能因为你念头一动就被你给消除了。那问题来了，对于上罗利岛的这些大政客、大法学家、大富豪来说，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前4个已经满足到溢出了，剩下唯一的追求就只能是通过对神的模仿而获得自我实现。但洪秀全他爹7天就创造了宇宙，这肯定不好模仿啊。而毁灭、献祭，给对方降下地狱一般的痛苦，这些破事模仿起来就容易多了。这才是西方权贵的底层动机，什么那头名状都只是捎带手的事。所以为什么都说马斯克是大家不带他玩呢？因为你是 new money， 你不配拥有神性。而且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，罗利岛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在美国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这种类似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。别忘了劳珍讲过，不要说权贵，连农场主这些家伙，只要满足了马斯洛前4层的需求，他们一样干这事儿啊。比如吃羊。当然老规矩，讲啥咱们中国人都必须反思嘛。肯定有朋友会有疑问，既然你说这是所有人类的共性，那咱们中国人呢？不好意思，咱们中国是整个地球上几乎唯一的异类。因为从3000年前开始，我们就有了比模仿神更高级的玩法。我们在商朝也是玩的政教合一，但是武王伐纣之后，周公旦提出了天命无常，有德者居之这样一个概念，以解释他取代商朝的合法性。其后又诞生了周礼。这段时间网上有很多的朋友谈这个，以此来取代之前对神的依附。插句题外话，其实当年苏联也有这么一个取代神的机会，但最后他们失败了。而我们到了老子这里，更是将天道规则与德融为一体。再经过1000年的文化浸泡，道德就成了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自我实现的路径。古有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的横渠4句，今天又被浓缩成了5个大字，为人民服务。所以为什么中国的神都是许愿机，有没有人拜你只看灵不灵，而没有人觉得他是我们的主人呢？因为神不够格，他上边还有更高的道与德，这才是我们中国人值得去模仿的呀。所以为什么从古至今我们都极其讲究师出有名，甚至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是过于讲究了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道德的一种自我实现。因此今天我们手中最强大的力量才不是用来毁灭，而是为了守护万民。所以中国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不同，他们的精英为了自我实现，一定是要与民众隔离，最终非人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。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守护万民、教化万民、造福万民才是神性的体现呐。如今美国人民知道他们的苦难被我们听见了，甚至网上有发出求救的声音。但我想说，从来没有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。中国人也不是救世主，有些代价只能自己去付出，有些反抗必须自己去完成。想当年，我们仅仅为了扭转近代史区区100多年的颓势，就付出了以1000万为单位的生命。想要拥抱先进的文明，脱离你们的苦海，又岂能假借他人之手，自己拎包入住这么简单呢？鸡蛋从内部打破才是生命，从外部打破就只是个食物。美国的人民呐，为了不成为食物，请努力吧。从历史看清现代的本质。我是小兰，感谢订阅和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